他第一次站街揽客，热心同事帮他把手臂抬高，又掀起裙摆，然后调整指尖轻轻一翘，勾向路人。只有更妖娆，他才能竞争过隔壁家的姑娘。而如此青涩的揽客动作，自然吸引到熟客的目光。就这样，女孩接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位客户。而站街3分钟就开张的甘家还是头一位。可到晚上，老鸨带着丰厚的小费给他时，甘家却当着他的面直接点燃了钞票。而这把火不仅烧掉了曾经的纯洁少女，还意外筑起了印度红灯区黑道女王的杀伐之路。从一个被89块钱卖掉的青楼女，逐渐成为了掌控整个红灯区的皇，还坐上了印度区长的位置，成为了第一个将红灯区做到合法性的女政客。而更传奇的是，这个故事由孟买女皇的真实经历改编，直到今天，她的照片仍被当地女性供奉。甘家出生在一个富饶的律师家族，是印度少数受过教育的女孩，而沦落风尘，只因她爱上了一个男人。她是甘家爸爸的员工，当得知小姐的梦想是万人追捧的女明星时，他便哄骗甘家离家追梦，还承诺会帮他介绍资源。可当甘家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后，等待他的却是2个凶神恶煞的壮汉。这次，甘家以89元的价格被卖进了孟买红灯区最深的街道，而初来乍到的姑娘，在这都是绝对的抢手货，更别说甘家身段玲珑、气质绝佳。老鸨希拉迫不及待地想要安排她接客，而甘家宁愿绝食自尽守贞，也不愿就此沦落。可红灯区自打成立以来，多的是自持清高的刚烈姑娘，但没有一个能从这里活着回家。她们在这里多待一天，名声就狼藉一分。在印度，没有任何家族会欢迎情欲受损的女儿，纵使心有不甘，但甘谷清楚，无论是待在红灯区挂牌营业，从此成为风尘女，亦或回到家里被家族唾弃遭受荣誉谋杀，2条路怎么选都是绝路。而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甘家选择了前者，用厚厚的粉质遮盖清秀娇俏的面容，再抹上千篇一律的艳俗口红后，甘家正式成为了红灯区的第10001号商品。第一个客人十分满意他的表现，大方的留下了不少小费。希拉心情不错，拿出诸多钞票里的一张，全当是给他的辛苦费。谁料甘家并不领情，直接将钱放在火焰上点着了。既然要做，他就要做红灯区最大的头牌，并且改名为甘谷。在诸多年老色衰同僚的衬托下，年轻貌美的甘谷成了希拉的招牌。他总有办法让男人心甘情愿敞开钱包，就连随手送给其他姐妹的礼物也日价昂贵。他告诉众人，最多5年，他要买下老鸨希拉，并且成为这里的老板。姐妹们闻言纷纷期待不已，因为希拉心思狠厉，手段残忍，压大起女孩们更是无所不用。她们几乎都在希拉手里遭过非人的折磨。而在这个月特殊的7天里，甘谷率领一众姐妹要求希拉给他们放假，但做这一行怎么可能有休息日？希拉气愤不已，但女孩们对甘谷言听计从，根本不理会她的威胁。无奈希拉只得亲自上阵，但从那日起，希拉便记下了甘谷的挑衅，她要让甘谷尝到红灯区真正的残忍。而她的报复来得隐秘且凶残，因为那个曾以施虐而闻名的变态客人出狱了，他出手大方，下手更是狠毒。甘谷一进房间就被扯住脖子，那一夜，他的惨叫响彻了整个红灯区，姑娘们担心不已，希拉却挡在门口不让任何人打扰。मासी के पास जाना। बच्ची, मैं हूँ, फिक्र मत कर। अरे गंगा, मासी। मासी क्या था? मासी के पास जाना।直到8小时后，他才被抬出房间送进了医院，全身多处布置，缝针更是不计其数。希拉不仅没有出任何医药费，还假惺惺的宽慰众人，做生意就要承担风险。他以为遭此一难，甘谷能收敛脾气乖乖赚钱，却不知甘谷的报复也奏响了序章。他多方打听后，终于找到了当地最有势力的黑帮老大रहीम भाई आपसे बात करना चाहती हूँ并当众掀开了披在身上的薄纱，一条触目惊心的刀疤从右肩横贯到左后腰。黑老大顿时惊傻了眼，这些都是他手下的杰作。老大清楚这些伤口对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他提出用钱补偿，却遭到甘谷拒绝。他说自己要的不过是一份尊重，临走前又将一个保护绳送给了老大。而老大似乎读懂了甘谷的期许，于是便认了甘谷做妹妹，还派人24小时保护她的安全。但对此保护伞他并未声张，可贪得无厌的希拉却不愿放过他。गंगू, पठान आया है।甘谷没有拒绝，而是要出了4倍的价格。 4 गुना दान देने के लिए तैयार है। देखा मासी कुछ भी हो जाए पैसे कमाने का मौका नहीं गवाती। 而这次也和之前一样，甘谷刚进房间就被扯住了脖子，惨叫声又一次飘出院楼。等希拉打开收音机准备近距离欣赏时，一道车队却突然停在青楼门前。黑老大缓缓走出汽车，手下们更是直接破门而入，将男人拖出来当街暴打。黑帮极少插手红灯区的事，但这次所有人都看得出他们是为水而来。在将奄奄一息的男人交给甘谷后，拉姆便带着手下离开了。虽然他没有为难这个变态，但甘谷的威望已经烙在了人们心中，就连老鸨也失去了往日的威
威风，在整日的担惊受怕中忍上重击，抱着他的金银财宝死不瞑目。而从这天起，甘谷正式接管了青楼，并在黑帮的扶持下，他重新和警察划分了制度。从前的死城保护费一直让他很不舒服，现在由他当家做主，这笔钱自然不会存在。起初警察并不同意，直到甘谷提起了拉姆的名号。रहीम भाई कब आ रहे हैं? अरे उनको क्यों तकलीफ दे रहे हो? मैं हूं ना, आप धीरज रखिए। 这招扯虎皮果然管用，姐妹们更是把她奉为了新的夫人，将象征着权力的白色纱丽献给了年轻的女孩甘谷，并亲切地称她为甘古拜，因为在印度女性眼中，名字后面加拜是对神的尊称。至此，甘古拜几乎垄断了整个红灯区的生意，不仅赶走了为非作歹的执法警察，又帮姑娘们制定了合理的休假时间，甚至就连老鸨们都有了明确的分红制度。渐渐的，甘古拜成了红灯区说一不二的领袖，整个区域的男女老少都对他毕恭毕敬，并且他还和其他老鸨都不一样。如果有绝食闹着回家的姑娘，他从不强求，会严明其中立，还让女孩自己选择，自愿留在这里挣钱，还是回到那个可能被再次卖掉的家庭。而大部分女孩都会选择回家，但甘谷也会花钱帮对方赎身，还会给她一大笔路费。 पूरे 1000 दिए इसके। तो कल घर आके 10,000 रुपए लेके जाना। 可他的这种做法反而让青楼的生意越来越好。就这样，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甘谷的身价已经翻了100倍。姐妹们都劝他把钱存起来，但他还有更大的追求。要想长久地维持红灯区的秩序，仅靠他目前的势力是远远不够的。不只要有黑道带来的财，还要有白道塑造的权。而迫在眉睫的地区竞选就是最好的机会。可这个叫拉齐亚的对手已经连任2届，他是在宗教信仰下诞生的人妖，被誉为神的使者。此时他正在通过游街为自己造势。甘谷清楚，想要打败他，就必须得到红灯区所有女性的支持。于是他再次找到了黑道教父拉姆，两人的关系已经犹如兄妹。听到甘谷想要竞选区长，拉姆直接将自己的酒水生意交给了他，因为在青楼里卖酒，不仅可以提高销量，还能为姑娘们拿到额外的提成。 आज से तू हमारी बिजनेस पार्टनर। कमाटीपुरा की शराब की बिक्री में 20% तेरा। ये एहसान आपने सिर्फ गंगू पर नहीं, बल्कि कमाटीपुरा की 4,000 औरतों पर किया। झुकते सिर्फ खुदा के आगे। 虽然拉姆阻止了他的下跪，但甘谷还是轻抚他的脚尖，然后放在了自己胸口。这是在印度队长这发自内心的尊敬。而在临走时，拉姆更是送出了自己的豪车，这也象征着黑道教父的身份，一并交给了甘谷。 नया धंधा नई गाड़ी पर भाई ये तेरी थी, तो साथ में बिजनेस कार्ड भी छपवा ले। गंगू भाई, माफिया, कोई 而这句话也意味着拉姆将是你最强大的后盾。而现在，甘谷只需再把事造出去，就有望打败上一任区长了。于是他大肆宣传自己拯救无辜少女的事迹。果然，甘谷的威望越来越高，拉齐亚坐不住了，他找来警察举报甘谷的违禁酒，但甘谷却像个没事人一样躺在那里按摩，因为他已经完全摸清了这群人的秉性。 अब ठूस ले से तेरे मुंह में, शायद जुबान साफ हो जाएगी तेरी। 看着顶得上1年工资的警长，他直接下达了撤退命令。而感到威胁的拉齐亚也亲自找上门来，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虎口夺食。 ये हाथ देख रही है, जब इन दोनों हाथों से तालियां पीटती हूं ना मैं, तो बीच में दुश्मन का सर भी पीस देती हूँ। तू जिस गली का पता पूछ रही है ना, उस गली के एक एक पत्थर के नीचे तेरी जैसी बीसियों को गाड़ रखा है। 但甘谷根本不吃这一套，反而趁着拉齐亚发到竞选演讲时，买断了电影院所有的胶卷，在同一时间请全区所有人免费看电影，导致拉齐亚的演讲空无一人。而双方你来我往都是为了造势，但现在明显甘谷的是要在拉齐亚之上，他眼神就要步伐坚定，浑身上下更是散发着女王的气质，静静地看着拉齐亚表演。 न नर न नारी तेरे जैसों से हमेशा भाई। 但甘谷也明白，要想彻底打败拉齐亚，他必须办成一件大事。 而碰巧这天，他在天台上发现一个被锁起来的女孩，这是他手下一位站街女的女儿。每次在母亲节课时，她便会被锁在天台的铁笼里。而今年她已经15岁了，一旦被这些男人发现，她的结局将会和母亲一样。 शादी की उम्र होगी इसकी, या तो इसकी शादी करूंगी या मार डालूंगी, कोठे पे नहीं बिठाऊंगी इसको। तो अब क्या तू कमाटीपुरा में बारात लाएगी? यहाँ से डोलियां नहीं उठती कसम। 可怎么会有人娶红灯区的姑娘？甘古拜不服，他突然想到一个人选，那是个贫民窟的小裁缝，虽身在红灯区，但人却意外的单纯，也悄悄爱慕着甘古拜，只是帮他量个尺寸，都会面红心跳。而当单纯的少年郎遇上历经沧桑的妈妈桑，故事的发展毫无意外，甘古饱受摧残的心被他所治愈。但现在他却是自己能想到的最佳人选。甘古没有迟疑，他带着350克黄金和5万乌币来到裁缝家替女孩求情，可男生的家人还是犹豫。 बेटा, एक कोठे वाली हमारी बहू कैसे बन सकती है? वही तो मैं समझा रही हूँ उसे कि एक कोठे वाली इस घर की बहू नहीं बन सकती। हाँ माँ कोठे वाली है लेकिन बेटी नहीं।
说完这句话，甘谷转身就走，但奈何金光闪闪的嫁妆还是让他们接下了这款聘礼。就这样，红灯区有史以来的第一桩婚事杯定下来了，任务完成，甘谷拜走了。可小裁缝却执意追上了车，他们曾是彼此最亲密的存在，但现在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甘谷不得不亲手将情人推开。红灯区成千上万的姐妹都在看着他做表率，他不能错。为了这些找不到出路的女人，他愿意牺牲100个情人。 तो फिर मैं उतरूं? नहीं, फिर रुक थोड़ी देर, आगे उतर जा।很快，这场婚礼盛大举行，人人都称颂着甘谷拜的功绩，而甘谷就在楼上看着，目睹他一生的爱情再次终结。随后，他高调地向世人宣告，就算在红灯区长大的孩子，也能拥有正常的生活。这个案例极大鼓舞了成千上万的姐妹，他的威望也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涨。不久之后，他果然顺利当选本地区长，但这并不意味着胜利，因为世俗偏见带来的不公，仍然影响着红灯区的未来。开发商看中了他们的地皮，想方设法要赶走众人。在学校上学的孩子们也不得安生，他们被老师歧视，被同学霸凌，日子过得苦不堪言。桩桩件件的阴谋和算计，让甘谷明白不破不立的道理。他主动喊来记者，让他为自己和孩子们拍照报道，要让全世界听到红灯区的声音。在记者的建议和帮助下，他又去参加了妇女赋权大会。看着满地动权在握的男人，甘谷拜说起了自己的遭遇和红灯区的改变。他控诉了社会各界的不公，强烈要求让他们的孩子也能有同等的受教育权。而甘谷富有感染力的演讲又一次获得了成功。政客看中了甘谷拜的影响力，许诺只要他将选票投给自己，就帮红灯区赶走恼人的开发商，并将他引荐给总理尼赫鲁。甘谷拜的诉求终于得到了理想化的解决方案。他向总理描述了印度男性市场的庞大，他若强行关停，不光会让民众有逆反心理，还会让成千上万的女性没有安身之所。与其在灰色地带游走，不如让工作合法化，保障无数风尘女的基本权益。总理深受触动，他答应甘谷会成立专门的委员会探讨这一问题。再度回到红灯区，甘谷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在人们自发的赞美和称颂中，他站在花车上，巡视着红灯区的居民和每一寸土地。这一刻，所有的荣耀和欢呼只属于他。或许历史不会记录甘谷拜，但是甘谷拜用自己的方式让世人记住了他。60年来，他的名字和画像一直在街头巷尾被人膜拜称颂。甘谷拜不是传奇故事里的虚构救赎，而是印度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位女性活动家。至此，全篇结束，再细致的解说也无法比拟原著。我是小无聊电影，期待与你的每一次相遇。